11月初，美国华盛顿动物园内的3只熊猫因为租约到期要回归祖国的怀抱。哈，原来世界各地的熊猫最后都要还中国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的熊猫外交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这个可爱的动物到底要叫熊猫还是猫熊？有派的人认为呢，因为它本质上是只熊，所以应该要叫做猫熊。但它的祖国一般都叫它大熊猫，而我们的教育部字典呢，则是说2种都可以。所以今天这集基于大多数人的习惯，我们就会以熊猫来称呼它们。那么过去几十年来，中国陆续把很多的熊猫租借出去，但这几年这些熊猫呢又纷纷的回归祖国。以美国为例，估计明年之后，整个美国的动物园就再也看不到熊猫了。有不少的外交专家认为，光是看一个国家有没有熊猫，就可以判断这个国家跟中国的关系是好还是坏。真的假的？原来熊猫这么重要？那这个熊猫外交当初是怎么开始的？到底是送还是租？租1年要多少钱？后来各国陆续的还熊猫，真的是因为讨厌中国吗？在开始今天的熊猫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敷面膜时，你会不会觉得面膜的味道不好闻，或是面膜不够保湿，敷完还是皮肤干燥呢？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巴克斯 Barks 的威士忌面膜。它是全台首创有着威士忌酒浆但不含酒精成分的时尚面膜，在敷面膜的同时也能够获得身心灵的舒缓放松。另外，面膜使用石墨烯导电布膜，再加上4大成分2大专利，能够达到深层保湿、活化、亮白肌肤的效果。香气、保湿、提亮、不敏感、不卡粉，威士忌面膜都能够一次达成。现在威士忌面膜已经在嘖嘖募资上线，超早鸟优惠只要4折起，还有多种香味可以选择。输入折扣码呢，还有机会再享100元优惠。心动的话就赶快去看看吧。熊猫在中国被视为国宝，所以对他们来说，送熊猫给其他国家，几乎就可以说是现在我们是朋友了，或是我想要跟你交朋友的象征意涵。在中国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之后呢，中共为了抢下正统中国的地位，努力跟世界列强靠拢。1950年代，他们对苏联送出了第1只熊猫。1972年，尼克森成为了史上第1个到访中国的美国总统。他在参观动物园时，好像很喜欢熊猫。后来，中国就在晚宴上面直接送2只大熊猫给美国。同样是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决定跟中华民国断交，转跟中国建交。就在中日建交的下一个月呢，中国也送出了1对熊猫康康与兰兰给日本。而当年的康康与兰兰在日本造成的轰动，恐怕连中国都始料未及。康康与兰兰呢，抵达日本上野动物园的当天早上园区内有超过2万人在排队，整整1公里的人龙，全都是为了第一眼朝圣这2只黑白动物。据说，因为游客实在太多每个人都只有几秒钟的时间能够看熊猫，整个动物园呢到处都是此起彼落催促的声音。而熊猫兰兰呢，甚至因为一次面对太多人潮，过度的焦虑而差点昏倒。比如说，这2只熊猫呢，立刻成为了大势 IP。在他们抵达动物园之后的3个月内，熊猫相关周边就卖出了超过100亿日元的疯狂业绩。要说人们为什么这么爱熊猫，不外乎呢是因为它浑身散发出软萌无害的气场，讨喜的外形，温和亲人的个性，而且又很稀有。光是能够看着它们慢悠悠的动作，生活好像就能够被短暂的疗愈。而这样的经验呢，让中国知道熊猫魅力简直无人能敌。所以后来呢，中国倒是如法炮制成功的靠着熊猫跟北韩以及许多的欧洲国家拉近了距离。1980年代，动保意识逐渐抬头，中国内外呢，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熊猫是一种濒危动物，应该要好好的保护。所以中国灵机一动，既然它这么珍贵又这么的有效，那我干脆呢就把它商业化，改用租借的方式送到国外去，那不就可以发大财，还能够拼外交吗？因此，从1994年之后，中国就用共同育种野生濒危动物的名义，把熊猫长期租借给其他国家。这个租约一签就是10年，1年租金要100万美金。租约到期之后，熊猫要归还中国，不过也可以续约。每次中国都会外租1对1公1母的熊猫，让租借国的动物园共同为繁殖熊猫下一代努力。
刚刚说到租一对熊猫呢，每年要100万美金。那当他们在国外繁殖成功之后，当地的动物园呢就必须要一次性的付给中国40到60万美元的费用，之后每年呢也都要再持续的支付60万元的租金，直到熊猫宝宝被送回中国为止。没有错，在国外出生的熊猫宝宝一样是中国籍，属于中国财产，满4岁就要回家。所以就算扣掉生产时的那笔费用，如果有小宝宝，每年动物园都要至少再支付260万美元的租金给中国。而且对于动物园来说，他们的成本除了租金以外呢，还要建造一整个适合于熊猫生活的园区，聘用专业的保护员。如果当地种不出竹子还必须要向中国购买新鲜食材空运过去。根据统计，到2022年为止，总共有17个国家曾经向中国租借熊猫，54只熊猫旅外赚钱每一年呢，他们都替中国赚进了将近5亿美元。换算下来呢，每只熊猫旅外归国之前，都至少为中国赚了1000万美元以上。但即使是这个样子，对于各国动物园来说，租一对熊猫回家几乎可以算是稳赚不赔的生意。举例来说，英国的爱丁堡动物园呢，本来快破产了，但是2011年阳光、甜甜2只熊猫抵达之后，爱丁堡动物园的游客数量直接暴增4倍，让他们成功的脱离险境。而甜甜呢，甚至被 BBC 选为了2011年度女性之一。澳洲的阿德莱德动物园呢，也在熊猫入住之后提升了70%的游客数。官方估计在熊猫旅居澳洲的这10年来，他们至少会带来6亿澳币，大约是4.8亿美金的经济效益。而至于刚刚说到的日本呢，也是赚到翻过来。位在和歌山冒险世界的大熊猫有名住在日本将近30年，一共生了10几只熊猫，每次命名大会都盛况空前。而2017年在上野动物园出生的香香更是炙手可热，从出生到因为疫情延后回国的6年之间，带来的经济效益就高达了600到650亿日元。但中国熊猫外交最成功的地方，除了让大家都赚到很多钱之外，还有其他的好处。庞大的租金让中国多了一笔可以用来保育熊猫的钱。从2006年之后，熊猫也成功脱离濒危行列，全球数量呢从1000出头只增加到了大约2000只。但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熊猫所带来的经贸合约可能同样也不可忽视。2013年 BBC 曾经追踪报道，中国跟外界很多重大的贸易合作都刚刚好发生在熊猫外交之后。例如2011年爱丁堡动物园拿到熊猫之后，中国跟苏格兰就签署了鲑鱼、再生能源、汽车贸易等协议，总价高达了26亿英镑。又或者是法国在拿到了熊猫之后呢，就跟中国签署了提供铀资源的合约。有专家解释中国越来越常呢会把租借熊猫当做一种奖励，只要你愿意合作就给你熊猫。相反的呢，要是有哪个国家不听话，中国就不给你续约熊猫。不过，从刚刚2013年的报道又快转10年到现在，熊猫外交似乎遇到了新的瓶颈。2023年初，在短短的1个月之间，美国、英国、日本的动物园都陆续主动表示要归还租约到期的熊猫。这些熊猫包含了刚刚讲到的拯救了爱丁堡动物园的阳光与甜甜，还有日本巨星永明与他的孩子们等等，甚至芬兰马来西亚连租约都还没有到期就急着想要归还。那根据官方的说法，会这样子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过去2年疫情肆虐，游客数锐减，饲养熊猫的庞大成本逐渐浮现，压得动物园喘不过气来，顾不得跟中国之间的友情。不过，不少中国网友也认为呢，送回来总比在外吃苦好。网络上面呢也出现了我们国家已经不需要再靠熊猫养了，希望国宝都回祖国养老的声音。有专家也认为，熊猫外交毕竟比较象征性，或许会逐渐的走入历史。那说到这里，有些人呢可能会好奇那在台湾的远云银亚跟元宝，总有一天也要还给中国吗？先说结论不用。当初团团圆圆是怎么样来到台湾的呢？从1988年开始，台北市立动物园就一直积极的向当年的农委会申请，想要输入中国大熊猫，但农委会呢因为环境还有政治考量等等因素多次驳回。2005年连战访中之后，中国国台办正式宣布要送台湾2只大熊猫。他们说，只有外人才要花钱租熊猫，台湾是自己人嘛，所以我直接用送的，你不用还。这听起来还不错，对吧？但换个角度来看一旦我们接受了熊猫，某种程度上面呢，就等于接受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矮化主权的论战上呢，熊猫卡了2年多，一直迟迟没有来台。直到2008年马英九政府上任之后，团团圆圆呢才以两岸互赠保育类动物的名义来到了台湾。
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要先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哦。那么在这里呢，我也要特别的感谢这一期所有的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那话说回来啊，从某方面来说呢，台湾拿到熊猫看起来真的蛮赚的。跟别人相比，我们每年现省200万美元，动物园赚爆，成功繁殖2只小熊猫，更是了不起的保育成就。民众有可爱的熊猫可以看，而且还不用回归祖国。那这个熊猫不用回归祖国的优惠呢，或许正是靠着我们被回归祖国所换来的。有中国学者就曾经说过，熊猫软萌无害的形象，让它能够起到人类外交使节起不到的作用。因为中国总希望自己成为强力的战狼，但这样子呢，很容易让人反感，所以可爱的熊猫就能够淡化侵略性，降低人们的警戒心。毕竟相信大家看着这些可爱毛球的时候呢，应该很难会联想到中国、习近平或者是两岸局势，可爱的熊猫就只是熊猫而已。但可爱的熊猫跟残酷的政治始终呢要被绑在一起的矛盾感，不止台湾人会有。近年来，虽然大家都从熊猫身上得到了满满的疗愈或情感支持，可是包含美国、日本在内的各国政府与民众呢，对于中国官方的反感还是持续的增加。这会不会也代表中国的熊猫外交策略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有效了？话说回来今年4月呢，有传言指出中国想要再赠送熊猫来台。当时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这对城市间的交流对于动物园来说都是好事。所以呢，今天的提问就要来问大家，当中国又释出善意，说要再送一对大熊猫给我们，你觉得如何呢？好啊，熊猫可爱又能够增进两岸情谊，当然要收下。毕竟我觉得已经有圆圆怡还有元宝就够了，暂时不需要新的。自己免钱最贵不想要台湾再被吃豆腐，连圆圆怡元宝都送回去了。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熊猫外交怎么做。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中国的战狼外交怎么战，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后来怎么样。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